讲一下一个叫做 Clip Model 哈，这个 Clip Model 是它是一种 Multi Model 的 AI 这个所谓多模态的人工智慧。那这在讲了什么？在讲什么？他们其实在讲的是在说，我们对一个生成式 AI 的模型里面呢，它的输入啊，可以来自很多种不同的形式的资料。你喂的东西进去不是只有图片生成图片嘛？它其实上是可以给它更多的内容，可能有图片，然后有文字，然后你输出也是个图片。你可能给它图片，或者是给它一个声音，它也可以生成一个图片。所以它是一种感官以上的人工智慧。那这个东西就会比较接近人嘛，因为人在决定一个 Y 道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不会只看单一的东西嘛。你认为这个模型的输出是什么东西？就人的角度来看，你 AI 不是要模拟人吗？人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或者生成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可能有你的视觉，也有你的听觉，所以你会想象图片的样子，对吧？或者是你的触觉，你的视觉跟触觉，或者是你的味觉加上你的这个视觉，你会觉得输出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多模态人工智慧概念，就是它吃进去的东西不是只有单一的 source 的来源，它可以整合多种资讯进去的。那这个东西比较接近人的逻辑，对不对？因为人眼睛、嘴巴、那个鼻子的，对不对？都是可以都是输入的东西嘛。我们在生成式的时候特别讲这个意思，因为就是要能够生成不同的东西啦。其实也有，就是你的 AI 模型面，就像我们给定向有一个题目是做这个什么，就是给呃，就是给图片，然后你给它一些文字图说啦，就图说给文字给图片嘛，然后你希望 AI 产生一些说明的一些文字嘛，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就是 image caption 这种题目，然后 image caption 这种题目就是它喂进去的训练的时候，是不是要给图片？训练的时候要给图片，也要给这个文字，你才有办法知道说，当这样的图片内容的时候，我应该配什么样的文字嘛？所以它其实是有的。但是你在用它的时候，你只能给图片而已，你可能只给图片。那为什么没有给文字？因为文字在训练的时候，其实它就已经学到了，所以你只要给图片就可以了。没有图说那个东西并不需要，并不需要。那时候我们没有对于这个 这个什么 money model 这个 AI 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名词。那时候其实在做 image caption 的时候，但它也是一种生成 AI 的一种概念了，因为你有生新东西进来嘛，就是看图说故事 image caption 这东西，它这个东西就是这种，你给的是给文字啊这个东西有生成 AI 的味道在里面的有生成 AI 的味道在，因为它有生成新的东西，只是那时候没有人去用这个名词，它这个是这样给。你是给他当时在训练的时候给图片，然后给底下的文字嘛，它是一组一组的就是这个东西在训练的时候是这样的，你给一张图片，这个这样子，训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一张图像，有一个 X 嘛，然后一个 Y 嘛，对不对？所以它训练的时候给的是这个是 X 是影像，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文字，影像文字这样，然后让它去训练。也就是以后我给图的时候，它可以知道说它对应的这个什么文字是什么。但是他们弄的时候嘛，真正训练是同一个图像，它给的是五句话了比方说我可能这 test 1 test 2这样子，到5句话这样子。所以我知道说看到这个图像的时候，我怎么去对应到这个文字。然后他在训练的时候会把这个 image 用 CNN 转成一个向量的概念，他把它转成向量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X plan 这样子，这原始图片是 X 嘛，透过 CNN 之后转成一个向量，然后拿这个向量去学它对应的 Y， 这个 X plan 可能是对应到这个 X 可能对到这个可能对到这个，是自己的，就是已知的这样子，是已知的，所以我只要以后训练出一个
就是给图片的时候嘛，如果这能够做起来的话，我是不是给图片，它就可以帮我对应的文字去把它给生出来这样子。所以这是 image caption 的。OK， 那这个看起来对你来讲好像也是生成的，就是好像给一个图片，然后我这样生成它一个文字，有没有？就这样子。OK 啊，好。但 multimodal 里面讲的事实上是，它是如果要跟着比起来是这样的，它是你给了这个，可能是讲是这样子进去的，就是你有影像还有文字。然后我经过一个模型，我可能生成了什么东西这样子，就是它也是进去可能是有图像，可能也有文字，然后你输出什么？它是这种的概念这样子。你这图像生文字嘛，一个图丢进去就生文字，是有2种不同的类型，但是我们的是输入端可能更多元，是这边都是我的 X。我有照相，我有图片的哈，一个照片也有文字，那你可以生成什么东西？所以我刚才说，这像人的眼睛看到了一个视觉画面，然后又给你一个听觉，那你觉得你可以输出什么？好，这个是这个 multimodal 的这个概念是这样的。那你像你在用 Stable Diffusion 好，或者是大力这些图片生成的这些平台嘛，你都只有给文字嘛？你都给文字，为什么不是生成图片？你现在外面那个不是给 prompt 不是啊？你只要描述说我要生成一个小女孩穿着红色衣服，类似这样子，它就给你生成出来，不是吗？那可是我怎么没有喂图片？因为图片在训练过程早就已经吃进去了，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你给这些文字的时候，它已经去 mapping 说，哦，它这个文字对应到图片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这个，他给文字的时候，他就知道图片的样子的哦。那这个东西是来介绍一个叫做 Clip Model 这个东西哈 ，Contrastive 的 Language Image 的一个 Pre-training 这样子。这 Pre-training 代表说这个人家已经训练完了，我们可以拿来用就好了。也就是说，这个模型是干嘛的？它是一个很强、已经预训练好的东西哦，人家爬虫来的。你只要看到 Pre-train 这种东西，代表说人家已经有一个方法去把这些资料都从网上抓来的，然后训练出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做什么的？是把文字跟图像对在一起的东西。就这个文字应该是配什么样的图片，或者是这个图片应该要配什么样的文字的这个近似哦，就是我们这两个东西，这个 language 是个向量嘛 ，image language 就是文字是个向量嘛 ，image 是一个向量，我让这两个角度是最小的，就到它最接近嘛。这个 pre-train 的东西是来自于谁呢 ？OpenAI 已经训练完了哈，它有个定一个叫 Clip 哈，一个 model 哦，这个 model 我跟你讲，拿来就可以用了，因为是 pre-training 的，拿过来这个。如果你有一种应用是，我想要把我丢文字，那你帮我去找一个最接近的图片，或者一个图片给你，你找底下列出来4个选项，你觉得它最适合这样的图片应该对哪一个文字是最接近的？好，那这个就可以用到它这个模型这样子，这样可以吗？哈，你可以不用自己训练，因为这个已经是现成的，这样可以吗？哦，从网络上抓来的，他们已经训练了 image 跟 text 的这种配对。所以是 zero sharp 的 learning， 因为人家已经做完，你根本就不用做任何事情这样。所以应用可能像这个，好，那这边讲说图文哦，这个是在讲这个东西是一个叫 constructive 的 learning 哦，等一下对比学习，然后等一下讲这个。哦，总而言之就是影像这个 clip model 干嘛？把影像跟文字怎样把它对在一起。所以你常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clip model 就是它本来就是影像跟图的配对的这种连接嘛，哦，它已经把这个东西绑了。已经建立好一个关系了，所以呢，因为这 pre-train 是拿来用就好了，所以你只要丢图片给他，图片给他的时候，它这 clip model 里面包含了一个 image 的 encoder 在里面，所以它可以把它变那个向量，所以做一个 image 的 embedding。然后呢，你可能有一堆文字，好，你可能用图片去搜寻某一个文字嘛，对不对？所以这边可能这些文字里面呢，你也是透过 clip 的这个 text encoder 编码成向量，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他就可以把这文字丢给他哦，然后他就可以帮你做什么？你可以去做 cosine similarity， 他就内部骨子里就作为 cosine similarity 的，他就可以帮你干嘛呢？这一个图片是对到哪一个文字？
这个图片应该对底下哪一个文字？哦，这是预训导，就给这个东西，然后他帮你说，哦，这个文字是对这个的，这样听懂吗？表这图片丢进来，哦，这可能是吉伊卡哇的图片，那你给他一堆文字哦，这个文字可能是比方说，哦，这个篮球鞋很好看啊，这个是这部电影真好看，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自己会去帮你找这一个，听懂没错？你完全没有训练，就直接拿用就可以了。这样听懂？他就把这个东西，把图片跟文字关联在一起，好，因为这就是 Clip Model 在干的事情，这样。反之，你也可以给他一堆文字，然后叫他说，请问底下他应该对那哪一张图片？就这样这样的，这边一堆文字，哦，有一个文字在这边，那你可能有一堆图片嘛，哦，这边有个图片，有一堆图片在这边，那这边有一个文字是这样的，那请问你他是最接近哪一个的？他也会帮你找，你比方说，哦，这是吉伊卡哇里面的哭脸的版本这样子，他就会在里面找一张哭脸，听懂我意思吗？就这段是一个文字嘛，那我用文字去搜图哦。用文字搜图，这边有这个很多是吉伊卡哇，可是这边有不同的表情这样子，不同的表情，他会去帮你找一张是哭脸的，因为这边有一个文字写哭脸，所以他会帮你找一个哭脸的图去，听懂我意思吗？找最接近的，哦，所以他如果你有种应用是要把文字跟图像哦连接在一起的，哦，那他这个模型是预训练好的，那他怎么训练？你知道吗？这资料集怎么抓的？因为从 Internet 上抓的。也就是说他怎么做这一段这是 OpenAI 是干嘛？就是 ChatGPT 那一家公司做的。他怎么做这个？其实很容易啊，因为假设这是个美食的网站，里面是不是用到很多的文字？假设他做美食介绍，这个美食介绍是不是本来就有一堆图片，当然有一堆文字嘛？这些就是他可以关联的东西了，这个就是他训练资料集了。我再爬另外一个网页，那个网页是什么？比方说是 Nike 的网站，上面是放一堆球鞋。所以文字跟图片本来就是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啊，所以他就把它关联在一起，听懂懂我讲？这篇文章里面，这篇网站里面有这么多的字，都对应到这些图片，这不就是一种关联吗？你会在 Nike 的网站看到一个牛肉面很好吃的一个文字吗？不会，听得懂我讲什么吗？对不对？好，所以这是这种关联的，Clip 在做这个，所以好，那我讲它怎么运作。这边有一个，它里面会有两个 encoder， 一个是文字的编码器，这文字编码器可能是 transformer 的，然后有一个是 image encoder， 可能是什么 Resonate 啊或什么其他的，反正或者什么 Vision 的 transformer 哦，就是图像版本的 transformer 可以用到文字，也可以用到图像啊，它就可以把这个放进去哦，就是这里面包含这两个部分，这两个干嘛的？就是编码的嘛，对吧？我刚才讲的就是像这样的编码的，对不对？文字丢进去给 text encoder 编成一个 text embedding。把图片丢到 image encoder 里面，当然就变成一个 image 的 embedding 嘛，就是一个 dense 的 vector 这样子。好，然后这边有个叫做 contrastive 的 learning 这边是做什么用的？就是这是它的一种训练的一种逻辑啦。好，训练逻辑就是概念上就是如果这边是 Nike 的网站，好 Nike 的网站，然后假设有一个里面当然有球鞋的照片嘛，对不对？好，那也有一些文字的说明，比方说Jordan 第几代，然后这个篮球鞋这样子。那这两个东西图文是不是很接近？那我希望什么？它的 cosine 的是向量嘛 ，cosine similarity 的角度要是小的，然后呢跟牛肉面一点关系都没有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篮球鞋 Jordan 第5代的球鞋跟牛肉面很好吃这句话，应该这文字完全八竿子打不着嘛。那我希望在我们训练的架构底下，我希望呢它的 loss 这样很大，就是相关的东西呢。我希望它的 loss 是很小的，然后跟其他人不相干的有没有？我希望呢，我们能够在我们训练的 loss 的计算里面，也把这个东西给考虑进去。就是放大，就是如果跟那些人不像，我希望这个 loss 能够被反映出来就对了。他就在讲这个事情 ，OK， 好，这是他整个的那个什么训练的这个架构那因为它主要是训练的时候呢，是主要训练图跟文要能够接近嘛，所以呢，比方说一笔资料进来就是有图片也有文字嘛，对不对？图片跟文字这样子，我用这个刚才不是说它里面两个编码器吗？一个是做 image encoder， 所以我把一组资料进来，假设这是第一组照片，第一组资料第一组资料进来，我不是一组资料就有图像也有文字，对不对？我把它丢到 Clip 里面的这个有一个这个 image encoder， 不是把它变成向量吗？同样的，我也把这个 text encoder 呢，把它这种编成是一个文字的向量，文字的向量。
那我现在呢来看哦，我如果把这个图像的这个是一个图哈，这是图嘛，红色这是图，我把它放到一个 text embedding 文字的空间里面来，这个地方把它放到 text 里面，是不是在这边红的这边？然后这边是绿色的，对不对？绿色是这边都是文字，有没有？它是不是这样讲？都是文字。然后这两个是不是应该是接近的嘛？听懂吗？这两个应该是接近的，因为这个是来自同一个图文嘛。这边这个网站里面有这个图配这个文字嘛，所以这两个东西在向量上面，我希望它这个关系，就这个红色这个图，它的向量，然后我把它映射在文字的一个向量空间里面，它是不是这两个要很接近的？因为这是来自同一组的嘛。然后呢，这个红色跟其他人怎样的距离要怎样都比较远嘛，应该是这样的关系嘛。这两个应该是很近的嘛。跟这个图呢，应该跟其他人是什么？这个图跟其他的这些应该都是比较远的吧？这样 OK 吗？跟这个是最接近的嘛？好，跟其他人是远的。好，那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计算一个角度，这个 DI 组资料面呢，我们就可以去计算它的什么？这边就可以去计算它的 cosine similarity 这边有没有？这可以计算这个。好，这样 OK 吗 ？DI 组资料它的图跟文这边应该是很接近的，这样啊，这边看是很接近的，就像这样子，这样 OK 吗？好，那这边有个涛，这我们先不管它啊，就先不管它这样子，这就先这样子。好，概念上这边是这样嘛。然后它跟其他人的距离应该是很远的，那我们这边把它弄成一个几率分布的概念嘛，这是一个分布，我看这不是这一组的，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一是指它跟其他人有没有？就是这一组这个图像啊，这一组图像，这是图像嘛？这是图像，它跟其他的文字，听懂吗？这个图像跟其他人的文字，是不是这边把它加起来，当做它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组图像跟他自己嘛，这是 DI 组嘛，跟他自己的角度，然后这一笔 DI 比资料，它跟别人的跟其他文字跟自己的文字应该是很接近嘛，但它跟其他的文字，这就是它 J 了哈，这边这是每一个都是 J 这样 ，J 等于1 ，J 等于2这样子，跟其他人的文字的这个角度当分母，这样可以听懂我意思吗？所以它整个是这是一个比例上的关系而已，这样听懂吗？这是个比例嘛，对不对？他跟其他人嘛，这是这个嘛，第一个嘛，这张图像，他跟他自己，他跟其他人。这其实公在写的就是说我跟其他人的时候，我希望这边的是超小的，然后这个点算出来没有？我希望这个东西里面编出来这个向量没有？它跟这些其他人加起来，这边是超大的。这边我们两个字是很 close 的，所以我们要超小。然后它这个东西编出来，它的文字空间跟其他人很远，跟自己的这个图像跟自己的文字很接近，跟其他人都超远。我希望是这个关系，而不是其他文字跟那个东西看起来也是很接近这样子。哦，听懂吗？所以这个地方是指在这里。好，我先把我现在讲的这一段，这个图是对应到这里的。OK， 那这个上面呢是，比方说上面是 image 的空间嘛。如果我把这 DI 笔资料里面它的文字的向量，我把它映射在图像的 embedded 这个特征空间里面，它在这边的，那当然这一样了，这一组这样也这样是最接近嘛，因为这是自己嘛，自己图文，然后这一个跟其他人要怎样，要很远，哦，这要跟其他人是远的这样子，哦，我们自己很近，但我们跟其他人很远这样子，是 OK。好，那这个就是它现在这个东西里面的第二个式子，就是这边了。这个式子在这里，这样子。好，这样这是你的两个 loss 嘛，对不对？两个 loss， 然后这一样啊，这边是一个几率的概念嘛，这个里面是不是几率的概念？这里，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小于0的，不是小于0的，就是0到1的值嘛，所以这边是几率的概念，因为它是个比例分布嘛。这样可以吗？那 log 这边又回到刚才那个 log， 为什么加这个？对不对？这是个比例，所以这边是 pi 一定小于，就应该是说小于1嘛，介于0到1中间的值嘛，所以就是这个，所以这个 log 介于0到1中间，差数会得到负的，所以这边会加一个负的，把它变正，这样 OK 吗？这有没有问题啊？
这个你看它这个做法上，这个你可以在这边印到这个 Git 这下来 Clip 这一个有没有？下来这个，然后呢就可以 import 这个了嘛，对不对？然后它里面就是 Clip 载入进来，然后它的图像的话用这一个模型这样子。好，那反正它里面就是有图像跟文字啊。那我现在就是开一个图档起来，我现在丢一张照片，随便丢的，我先让它丢进去，让它能够读得到就好。我开这个图档，这个图档就是我刚上传这一张。这张照片是什么样的？这张照片是我刚丢的图片，是这一张照片现在丢这个是一张 Nike 球鞋的照片，是这样子。我从头到尾什么都没训练，然后我就给他几个选项，我跟他讲说我有一些文字嘛，该不要给文字嘛，用图片去对应文字，我就给他写中英文都可以哦，我就给他写这样子，没有？有一个人看到一个什么日落啊什么之类的啊，这个 Nike 球鞋什么之类的，就类似这样子，然后就这样子哦，他就开始做这个文字嘛，先做 tokenize， 然后编码文字嘛，编码文字出来是不是就向量了？然后刚才不是有张图片吗？这个图片也把它变向量嘛，所以我现在就是 test 文章的，就是文字的向量是不是现在有几个？有5个，然后图片的向量是不是1个？对不对？好，那我这边把它 normalize， 然后这样子。好，我今天这边做什么东西？就是我做了我要做一个相似度的这个动作，其实做起来就是做相似度的一个运算哈。为什么这种 dot 就是这个？这算出来就是相似度的运算，就是这边 cosine 西姆勒体的哈，就是这样子。这是向量嘛？我现在不是我文字向量跟那个吗？这个地方这个是它的长度对，因为我刚才把它做 normalize， 把这边都变成1嘛。我刚才做这个 normalize 动作，所以这边长度是1，这边长度是1，所以换言之 cosine 角度里面是不是就取决这2个向量的一个 dot 这样而已，就是 inner product 对不对？就做内积的运算就这样，所以这边这个是它里面做内积的上面的一个运算这样子 ，OK， 可以哈，就是这个是做内积的运算，就做这个而已，这样 OK 吗？这个就是在做这个动作了，好，这符号代表意思，所以我算出来是不是就可以算出这个值出来了？这样 OK 吗？这样这样就是可以算出来了。那我刚才不是5个吗？这样，好，这 OK 吗？那是哪一个最接近？是这个嘛？这个值，这值越大是不是越接近的 ？cosine 零度是1嘛，对不对？所以越接近1的时候越接近0嘛，哈，听懂吗？这 cosine 西塔的值越接近1的时候是越代表角度越小嘛。就是答案是这个嘛？答案是这一个，这是最大，这表角度越小，0.284之类的，所以是第3个，第3个是这一个，这样听懂吗 ？Nike DQ 这个9624这个，它竟然是这一个，然后这么一个篮球鞋这一个有没有？篮球鞋这个是这一个01256这个，竟然是第2个，听得懂我讲的意思吗？就是他这个模型都已经是很厉害的，你懂吗？我从来没有训练的，我只是跟他讲说，你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你认为它应该是哪一段文字？他就跟我讲，他就是告诉我答案了。听懂我讲？所以你可以自己去丢不同的图片，然后就是这样试试看，这样子，对不对？其实就很容易的这样子。OK， 所以你给他任何图片，因为这是 pre-train 好的 model， 他已经在网上已经爬完了，所以你给他任何一个东西，他都可以去找了。真的可以图对文字哦，可以反过来可以文字对图哦。OK， 可以哦，把这个东西分享给你们，可以用用看，就这样子，完全没有训练，所以是不是很厉害？对啊，他这是培训，因为这是抓了全世界的这种网站下来的啦。我刚才不讲说购物网站、牛肉面网站，牛肉面的图片只会配牛肉面的文字，对不对？政治新闻的，比如说就专讲那种军方什么的，它里面这些什么战舰啊什么之类的一些描述，你配的文字也会这个啦。不可能有一个网站，它里面就是弄一些奇怪的东西，就他写的这个牛肉面很好吃，牛肉面很好吃，写这些话，然后里面放的都是一些军火啊、炮弹那种东西，不会嘛？所以他这个东西是，所以他认为说，其实你本来就可以把文字跟图片是很可以把它连接起来的东西。OK， 那他就是做这样的训练。OK， 就是这个 Clip Model。OK， 好。就我刚才不是解释过吗？图跟文它怎么训练？不就这个吗？就这个，我刚才不是讲了，这个训练的逻辑是这个啊。
你不用训练了，就已经训练完了。没有，我们没有办法对到那个字，我们是用向量去对到那个字啊，像 cos 的角度啊，所以这个角度就不就是你看哪一个，它那个角度跟谁 cos 西塔的值看最大，不是我刚才说这个值最大，不就代表角度越小吗？所以我就012嘛，就或123了，第三个嘛。所以我刚才那张是球，这张是球鞋，这是球鞋，所以我对它是123，就这一张嘛。这样子 OK 吗？好，这是 Clip Model，OK。